这可是我好不容易把你女子无色无味，来侵蚀你的身体，你却反而想用我。啊，我的好姐姐，你的头发湿了，没关系，我来帮你吹吹风。谢谢你，你知道我有多讨厌你？凭什么你就是叶家长，就是小三妃的爷长？谢欣然，我恨你，你该死吧你！再告诉你个秘密，云川哥哥他其实根本就不爱你，他看中的不过是你叶家长女的身份罢了。这明神嫂也是他找来的。还有这个，据说传承千年无人能解，藏有天大秘密的千阶层，是你那个风水老妈留给你的吧？不好意思啊，她现在也是我的好姐。我亲爱的姐姐，你就安心的等死吧。喂，顾意，找2个人把他给我扔野外埋了。另外放消息出去，就说叶家大小姐逃婚，明天叶家和聂家的婚礼取消。云川，我叶少华把唯一的女儿就交给你了，你一定要好好对她。遵命。陆少，这叶家已经没落了，咱们干嘛还凑这日子？自然是叶家有我想要的东西。对了，二叔那边你现在去看去，有情况通知你。我聂云川愿娶叶新月为妻，无论疾病或是健康，贫穷或是富有，都爱你、尊重你、保护你，一生一世。多么感人的誓言啊！可惜新娘不是我，可惜新娘不是我。这不叶新瑶吗？他不是死了吗？是失踪，一直没找到。我听说他是逃婚，这个时候回来，而且正好赶在叶家2家联姻的时候啊！嘘，别说话，靠戏。叶新瑶恭祝聂家未来家主和妹妹叶新月百年好合，永结同心。新瑶，你已尽得我医仙一脉真传，今日赐你玄门金针，救死扶伤。我的天龙剑也传给你，天龙会亿万财富，任你调用。叶新月，我再也不是当年懵懂无知的弱女子了。如今我涅槃重生，我要你们把欠我的统统都还回来。恭喜！谢谢。妹妹，怎么了？不认识我了？姐姐，没死，你的脸……我当然是死过一回的人了，不过只可惜阎王殿不收我，不然我怎么来参加你和你姐夫的婚礼？阿瑶，是你吗？阿瑶，哎呀，阿瑶啊，你总算是回来了，爸爸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呢。父亲，我回来了。太好了，姐姐，你回来，我们一家终于可以团聚了。恭喜你啊，妹妹，我的好妹妹，我从地狱里回来找你。
新月，你怎么了？云川，我有些不舒服，我想回去休息一下。好，我扶你去。你别跟过来，晦气！新瑶，我去看看你妹妹。叶欣瑶，3年前你不顾云川哥的脸面执意逃婚，现在怎么舍得回来？难不成你叶大小姐钱花完了没饭吃了，又舔着脸回来叶家寻求庇护啊？逃婚？原来你们就是拿这种理由哄骗大家呀？怎么不是吗？当初云川哥在婚礼上等了你1天1夜，没想到你在当天晚消失。叶欣瑶，你不想嫁给云川哥就直说，耍着人玩有意思吗？你知道云川哥因为这事被人嘲笑了多久？我想起来了，你喜欢聂云川，是吧？你喜欢他，为什么不把他抢过来，还在这里委屈巴巴的给叶新月当伴娘？哦，对了，你们顾家是4大家族之尾，你只不过是叶新月身边的一条狗。聂云川他自然看不上你。你别胡说八道，我才没有！在这乱嚼舌根是吧？你故意，你只不过是叶新月身边的一把臭夜壶。你说你跟聂云川之间的那点破事，要是被他知道了，他会怎么做呀？说不定到时候消失的人会是你。你怎么知道我跟你说？顾意啊，好好听话，做个伴娘，少惹是生非，少惹是生非，否则我不介意先拿你。叶少华，你这个女儿和她妈一模一样，彻头彻尾的神经病，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根本没有把你这个爹放在眼里。他脑子里在想什么？失踪了这么久啊，是死是活都不知道，现在能平安回来就已经谢天谢地，你就别疑神疑鬼。我疑神疑鬼？你看他把新月吓的，不就是和云川结婚吗？是他自己不要。妈，我不是害怕，姐姐回来，我真是太高兴了，所以一时激动才呼吸急促。我已经没事了，你们快去前厅吧，别冷落了客人。那你呢？我还想再休息一会儿。我女儿真是太善良了，可是你今天是新娘子呀，你怎么能在？没事儿，让姐姐过来陪我一会儿就行。走吧。那你好好休息。去吧。姐姐，3年前你斗不过我，现在你也别想斗过我。叶欣瑶，你个下贱胚子！你3年前害得我们家云川丢脸还不够吗？他现在好不容易跟新月走到一起，你又跑回来作妖，你到底想干什么啊？聂夫人，今天是令公子大喜的日子，没必要这么大动肝火。罗浩轩，你虽贵为我们的座上宾，但我们的家事轮不到你插手。你错了，我陆浩轩之所以在这里，完全是因为叶家家主盛情难却，跟你们聂家毫无半毛钱关系。叶大小姐回归故里，除了叶家家主之外，谁都没有资格动她半分公子。哼，走。你为什么要帮我？不怕被我连累吗？能给我陆浩轩惹麻烦的人还没出生。陆家身为4大家族之首，来参加叶家的婚宴，这在3年前可是没有的事情。我来是因为你父亲准备把千机盒出让给我。千机盒？阿瑶，你进去和你妹妹叙叙旧。
妈把所有的秘密都藏在这个千金盒里。妈妈现在把它交给你，你要替我好好。千金盒，叶心瑶，你居然没死！不好意思，让你失望了。喝了冥蛇散，被活埋了都不死，你命可真够大的呀！怎么了？想掐死我？在你的婚礼上，叶心瑶，这里就我们2个人，你也不用藏着掖着了，直说吧，到底想干什么？我都是死过1回的人了，你说我想干什么？当然是想让你死了，乖乖把千机给我还回来。我考虑考虑，让你死的舒服些。妈，你放心，女儿一定替你取回千机盒。别帮他了，别帮他了。女儿，走，姐姐，我错了，我不跟你抢云川了，我不跟他结婚了，我求你放过我吧，姐姐，求你别杀我女儿，别杀我，别杀我！阿瑶，这到底怎么回事？新月是我妹妹，我最疼她了，我怎么可能会伤害她呢？我只是看到妹妹头发乱了，想要帮她打理一下。妹妹，你别害怕，我是不会烫到的。看见我吗？妈在。叶少华，你看看你的女儿，她企图新月和云川结婚，不知道在发什么癫，看把新月给吓的。阿瑶，你发什么疯啊？你到底要干什么？你到底要干什么？父亲，你我3年未见，你怎么不问问我这些年来吃的好不好，睡的好不好，有没有受到别人的欺负？这些年你到底去了哪里呀？你为什么不回来找我？回来找你，我怕我重蹈3年前的覆辙，遭人暗算，死于非命。你是我叶少华的女儿，叶家的大小姐，谁敢害你？你告诉我，我一定不会放过她。哦，妈，我要去前厅，不能让客人这样等着，太失礼了。走，我们走。我陪你一起。走。好，都快去找我客人。叶心渊，等我查清千机盒的秘密，我再慢慢跟你算。音乐终于回来了。哎，你项链怎么不见了？哎，我项链呢？姐姐，我记得最后一个跟我拥抱的人是你吧？叶心瑶，你穷疯了吧？连新娘的项链你也偷？叶心瑶，你穷疯了吧？连新娘的项链你也偷？那个贱人在外面失踪了3年，出来回来，肯定是在外面混不下去了，想偷条钻石项链拿出去卖。这种不入眼的垃圾货色，我还看不上呢。不是你还能有谁？这项链是我送给新月的，价值300万，难道是我自己拿了？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呀。叶伯伯，这项链是我送给新月的新婚礼物，嫌疑人只有他叶心瑶，我要搜他的随身物品。敢搜我东西，你是想死吗？正好，我今天就替顾家好好教育教育你。心瑶，不管怎么说，今天是你妹妹的大喜之日，别把事情闹大了。你就让故意搜一下。怎么会？你一定是藏身上了，我要搜身。敢！这贼喊捉贼的戏码，看的人可真是过瘾啊！陆少，你这是什么意思？你要证明清白，怎么不先把自己喝光呢？我当然是清白的，你就是搜身嘛，自己看。有点意思啊！哎呀，还真是贼喊捉贼啊！哎，瞧我这记性，顾叶，你忘了刚才是我让你保管的。
哦，对对，是你让我保管的。好了好了，都是误会，都是误会。误会？一句误会就完了吗？欣瑶小姐，需要他们给你道歉吗？用嘴道歉是最没有诚意的方式。顾意，我说过，让你乖乖听话，可是你偏偏这么不懂事，那就让我先砸碎你这把臭不可闻的夜壶。3分钟之内，让顾家在凡尘消失。叶星瑶，你以为你是谁？坑蒙拐骗、偷鸡摸狗，吓唬人呐！好了，欣瑶，顾意刚才是冲动了一点，但他好心，你们握手言和。父亲，您的女儿遭人羞辱陷害，你却让我跟她握手言和，这就是你迎接女儿的方式吗？够了！今天是你妹妹的大喜之日，你一直在胡搅蛮缠，你还不如不出现。父亲，在此之前我还有些犹豫，但现在完全不会了。您的教诲，女儿铭记于心。但请你把母亲的千金盒还给我，我立刻就走。姐姐，你说的是这个吗？可是刚才父亲已经答应把它送给陆家了。是的，千机盒我已经转让给陆家，你就不要再想了。陆少，城北开发项目上还要仰仗陆家。哦，陆家也对我母亲的遗物感兴趣吗？不，我对这千机盒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林婉儿，也就是你母亲藏在这个盒子里的秘密。据说千机盒是鲁班所造，传承千年，当今世上只有一个人能解。可惜，我不是能解开的那个人。叶家主，这个盒子你收着，我陆家要的东西，自然会从他真正的主人手中获得。爸，千机盒是我母亲留给我的，请你把它还给我。叶星瑶，在场的全是名门望族，你在这儿吆五喝六，给我们叶家丢脸，你快给我滚出去！钱丽珠，当年我母亲胜利去世，你一个小三便光明正大以叶家夫人身份自居，到现在还出言不逊，你果真是嚣张跋扈至极。叶心阳，阿姨好歹是你的继母，有你这么说话的？好好的一场婚事被你这么搅黄了，快滚呐！你个疯婆婆，你又打我干嘛？时间差不多了。喂，爸，怎么了？顾家破产了。顾家破产了？怎么回事？谁干的？是天龙会。天龙会？全球第一财团天龙会，怎么突然对顾家下手？难道是？顾意，顾家本就是不入流的狗腿子，伸爪子之前最好看看对面是什么人。我亲爱的妹妹啊，今天只是餐前甜点，真正的大餐还在后头呢。心瑶，你到底要干什么？爸，千机盒是我母亲留给你的，谁也不能夺走，请你好好考虑一下。叶家主，你们的家事我就不掺和了，我还有事，先告辞了。哎，等等，陆先生，介意顺路送送我吗？我有事想和您聊聊。荣幸之情。装模作样的贱货！你为什么要把项链塞进顾意的包里啊？哦，你都看到了，我妹妹故意把项链放进我的包里，想要冤枉我，我只不过是将计就计罢了。顺便测试一下你父亲，看他会不会帮你。没想到你看得还挺清楚的，只可惜，我跟你说这些做什么呀？
我还没问你呢，你为什么一定要拿到钱集合？还有，你是怎么知道里面有我母亲的秘密？你怎么知道里面有我母亲的秘密？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就像叶大小姐你，能动用天龙会的资源，让顾家破产一样，是不是也该和我分享一下呢？什么天龙会啊？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或许是早就有人看顾家不顺眼，我只是刚巧说中了而已。也许吧。虽然我知道你这次回来不是回家团聚这么简单，有些事情我劝你好自为之。哎，不说清楚不准走。今天先到这里，下次见面我把我知道告诉你。好了，我走了，拜拜。天冷啊，多穿点衣服。谁呀？没看见这是哪儿吗？叶府的门是你随便拍的吗？我是叶家大小姐叶欣瑶，把门给我打开。叶欣瑶，不认识。你是新来的吧？我都来3年了，叶家今天举行婚礼，你要找人就去酒店。不过，我看你啊，连请柬都没收到，我估计啊，跟我叶家也不熟。干什么呀？哎，你干什么呀？哎，你怎么回事？哎，你怎么回事啊？怎么越说你越往里走啊？你要再往前走，我真的要报警了。我爷爷呢？你爷爷是谁？我怎么知道？叶家老太爷叶振廷。你要找那个老家伙呀？那个老婆死的就在里面，太臭了，你自己进去吧。爷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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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是谁？您是大小姐吧？我是叶府的管家，姓温，您没见过我。你也是3年前招进来的吧？看来钱丽珠还真是把叶家大换血了呢。多亏了家主和夫人的抬，才委以温某重任。夫人刚才就交代温某，如果大小姐回来了，千万不要怠慢，要好生招待。你是想在光天化日之下行凶吗？整个樊城谁不知道叶家大小姐失踪了3年，今日来婚礼现场砸场子，反而受我离开，去了哪里谁又知道？如果要查出来的话，不还有外边那个小女佣顶着啊？你给我使了什么药法？阿姨，你到底对我做了什么？敢给我解开！要不老爷夫人来了，饶不了你。老爷夫人，你们来了。夫人，我动不了了。叶欣瑶，温管家怎么动不了了？你对他做了什么？我只是教训一个以下犯上的下人而已。你，父亲，您作为叶家家主，竟然让一个下人安排自己的父亲住在杂物间，这要是传出去，倒不是让人以为这温管家才是叶家之主？你胡说！温管家只是听风水先生说这房间阳气旺，适合老太爷养病，这才让他住进来的。哦，原来是这样啊，父亲，这个女人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汤？这种无稽之谈你也相信？够了！从你回来到现在，这个家就没消停过。你到底回来干什么？老太爷，
叶星瑶，你竟然给老太爷下毒，你怎么能下了如此毒手？我为什么要给爷爷下毒？你肯定是想拿到老太爷的遗嘱，趁他昏睡的时候给他签了遗嘱。父亲，这种话你也相信？你爷爷病了好几年，虽然没有好转，但是从来没有吐过血。你到底给他吃了什么？爷爷他气血淤积，呼吸不畅，我只是给他吃了一颗紫阳丹，吐出淤血而已，再加以调理，很快就能康复的。我们凭什么相信？就凭爷爷他现在已经醒了。爷爷，阿瑶，你回来了。阿瑶，你回来了。爸，你感觉怎么样？有阿瑶在，我还死不了。爷爷，您的淤血呢已经清除了，但是体内还有毒素残留，我再给您开几副药，好好调理调理，很快就能好了。好孩子，多亏了你，一回来就救了我的命。爷爷，这都是我应该做的，只要爷爷愿意的话，我就一直陪在您身边伺候您。好。叶星瑶这个温室，跟他妈一样，一回来就把家里搞得鸡犬不宁。哎，算了，她毕竟是我的女儿，在外面又吃了那么多的苦，以后你们俩要好好相处。那你让他把我管家放了呀？一波这么多年在外面学了什么邪术？哎，居然能把人定在那儿，跟点了穴一样。你为什么要把千机盒送给陆浩轩？那个盒子谁也解不开，正好陆少说他喜欢，叶家在新城的开发项目上还要仰仗陆家，我正好卖个人情给他。那可是我妈的遗物，是她生前最心爱的东西。你激动什么呀？那个破盒子又旧又难看，打又打不开，放在那儿都快被虫蛀。什么传承千年，我看八成是你妈八成金买的破烂。叶星瑶，我跟你说，我们叶氏一直想和陆家做生意，你不要影响我们叶氏的发展大计。你朱姨说的对，跟我们叶氏集团的利益比起来，那一个破盒子算得了什么呀？我再问你最后一遍，你真的要把千机盒送给陆浩轩？不是送，那陆浩轩摆明了是不想占咱们叶家的便宜。我打算举办一场慈善拍卖会，让他顺理成章地拍下它。听说你会在今天晚上的慈善宴会上拍下我们家的千机盒。叶家小心思挺多呀。没错，我的确有这个想法。那个千机盒是我母亲的遗物，你能不能把它让给我？多少钱我都愿意。叶小姐，我陆浩轩从来不喜欢跟人讲条件。千机盒号称鲁班遗物，那只是个传说而已。说白了，就是个女人用的首饰盒，又破又老还又旧，而且还不是古董。买它来做什么呀？这个我还真没想过。不过你倒提醒我了，既然是个首饰盒，那我可以把它送给未来媳妇儿啊。凡尘谁人不知，陆家大少从不近女色。那可不一定，或许只是他没碰到让他动心的女人吧。说不定有一天，就有一个女人让他一见钟情，就像对那个盒子一样。也就是说，说什么你都不愿意相让，即使我出1个亿。你看我像缺钱的人吗？不就是个拍卖会吗？等着瞧。
拍卖会马上开始了，把东西拿到大厅去。他们好像已经走了。哎，陆浩轩，陆浩轩，好了，你的血已经止住了。你刚才大可不必救我，这样就没人跟你抢盒子了。千机盒是我母亲生前最喜欢的东西，我可不想你的血玷污了它。可惜了，我助理可能已经拍下它了。你怎么不早说呀？你以为我会缺血，让你失望了？蛋！陈助理，马上就到我们的千机盒了，陆少他今晚上还来不来呀？喂，陆少，是，我知道了。陆少说了，今晚的拍卖全权委托给我，他线上电控仓库就行了。坐。尊敬的各位来宾、各位朋友，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来参加今天的拍卖会。现在台上放着的是我们今晚的主角，叶家捐赠的千机盒一个，据说是鲁班的遗物，内有天大的秘密，传承1000年，起拍价300万，每次加价100万。我宣布，现在开始起拍。400万。好，400万，还有没有比400万更高的了？500万。老公，这一个破盒子，你买它来干什么？你傻呀？那陆浩轩看上的东西，肯定是他的。整个樊城人都不敢跟他抢，就凭咱们聂家敢跟他作对？那你举牌干什么？这盒子铁定是他的，但陆浩轩是什么人？太便宜的话，被他买到，他也没面子。咱们之前不是得罪过他吗？趁这次咱们举牌，帮他抬抬价，给足他面子，他也就不会跟咱们计较了。他还是脑筋转得快啊！儿子，你也举举，反正又不用花钱，说不定第2天热搜上还能写聂云川和陆浩轩真心和好，还能出风头呢。1000万，1500万。好，1500万。陈助理加到1500万了，还有没有比陈助理更高的了？1500万第一次。2000万。妈，是叶新瑶。我就知道贱人会来捣乱。来，我来。怎么回事？不知道。阿瑶，这个场合不适合你，你怎么来了？爸爸，这樊城谁不知道啊？我这个姐姐最喜欢出风头，每次做事都出人意料。小红去做主播呀，赖在叶家不走，又整什么幺蛾子？不好意思啊，这是我女儿，她是闹着玩的，刚才的出价不算。谁说不算？此次拍卖，我叶新瑶不会动用叶家1分1毫，所有拍品费用均由我一人承担。你哪来那么多钱？3000万。陆家出到了3000万，比你家翻了10倍。亲家母，你们家这个大女儿始终是个祸害，幸亏我家云川没娶她过门，不然我迟早会被她气死。放心，叶新瑶没钱，没了叶家啥也不是。5000万。老叶，你是不是背着我给这贱人5000万？怎么可能？阿瑶，你明不明白呀？不论你出多少钱，那陆少都会加钱把千机盒买下，你就别胡闹了。陆家我们惹不起。千机盒是我母亲生前的遗物，你不在乎，我在乎。陆家，你得罪不起，我得罪得起。叶新瑶，你这个不孝女，成天跟我们对着干。我们好不容易找个机会和陆家攀上关系，全给你搅和。搅和？你也太高看得起自己了吧？叶新瑶，你别以为是我们的女儿就可以为所欲为。你要是拍下这个盒子付不出钱，我们
一定会告得你牢底坐穿。这个自然就不劳烦朱一宁费心了，我拍得下，自然付得起，不会花父亲任何一分钱。老头子给他钱了？怎么可能？把钱都被你掏空了，哪来的钱？他哪来提钱？我跟你说，你要是给他掏1分钱，我跟你没完！还拍吗？喂，陆少，还拍吗？是，我知道了。1个亿。1个亿，陆家好大的手笔啊！陈助理出了1个亿了，还有没有了？我撤。阿瑶要是再敢抬价，我就把他砸了。1个亿第2次，1个亿第3次成交，1个亿第3次成交。恭喜归陈助理了，1个亿的。走上去恭喜下去。走了。妈，这个叶姓瑶平白无故让陆少花了那么多冤枉钱，陆少肯定把账算到我们叶家头上。这要是以后不跟我们合作了，可怎么办呢？这死丫头，当初就该和他妈一起去死。陆少真是好眼光啊！这墨盒做工精致，古朴中带着一丝典雅，一看啊就价值连城啊！花了1个多亿，当然价值连城。陈助理，对不起，这场交易作废。回头我会亲自将千机盒送到陆府，向陆少赔罪。叶家主这个意思是认为我们陆家出不起这个价钱？不是，我的意思是说，这个千机盒它值不了那么多钱。如果陆少要实在想要的话，我们可以私下交易。他值不值这个价，要看他在主人心中到底占了多少分量。叶大小姐，我们少爷嘱咐我一定要亲手把这个千机盒交到您手上，庆祝您大难不死，龙归返程。我们少爷嘱咐我一定要亲手把这个千机盒交到您手上，庆祝您大难不死，荣归返程。陈助理，我没有听错吧？这个千机盒是陆少花了天价买的，现在送还给我们，真是不好意思。叶夫人，我想你误会了，这个千机盒是我们陆少高价拍下的没错，但他要送的是叶锦瑶小姐，而不是叶家。新瑶是我们叶家的女儿，给她就是送给我们嘛。叶夫人刚才的举动可不像是把叶新瑶小姐当做一家人。叶小姐，我们家少爷说了，这个盒子现在只属于您一个人，其他人包括叶家都无权处置。哼，陆浩轩，算你有点良心。麻烦陈助理转告陆少一声，改天有空，我叶新瑶会当面答谢他。好，我们陆少随时供应叶小姐的大驾。妈，您最心爱的千机盒，女儿替您拿回来了。陆少，这已经是你最近遭遇的第3次刺杀了，肯定是二爷搞的鬼。我们还是告诉家主吧。不用，我自有分寸。还好秀英已经释出了，是他救了我。叶新瑶，所以你才把1个亿的千机盒给了他。救命之恩，1个盒子算什么？可是你怎么向老爷交代啊？你看这个主意怎么样？我先跟他结婚，他这么宝贝那个盒子，肯定会当做陪嫁嫁到陆家。到时候那个什么千机盒，不还是我们的？叶大小姐费尽心力跑回来，无非就是想夺回她失去的一切。你如果助她夺回叶家家主之位，我想比你以身相许要好吧？就这么办。不过这跟我要娶她一点都不冲突。叶新瑶，叶新瑶，你给我站住！
朝你那红梅劲儿，跟你妈当年如出一辙。你别以为陆浩轩给你个破盒子，他就是看上你了，他只是借你向大家展示他们陆家的财力吧。你别上赶攀关系，他们陆家可不认。论红妹劲儿，我哪比得过周怡宁啊？当初要不是你勾引我父亲，我母亲又怎么会一跃而亡？你好了，阿瑶啊，我们叶家和陆家已经有了1个亿的关系了，还用得着上杆子吗？这样，明天你就去找陆浩轩，请他吃饭，感谢一下。顺便问一下樊城的新城区发展计划。父亲是想参与这个计划？聪明，阿瑶啊，陆家和我们叶家素无来往，我也好不容易才打听到他对千机盒感兴趣，我也只能通过这个打开突破口。你也是咱们叶家的一份子，你总不能不体谅爸爸对咱们叶家做出的牺牲吧？父亲，我是您的女儿，理应为叶家做出一份贡献。可是我又不在叶氏集团工作，这叶氏集团也没有我的股份，我凭什么插手公司事务？你还想要股份？这些年你去哪儿野了？家里的事儿你管过吗？里里外外全是你爸和我们家新月在打理，你凭什么要股份？哎，阿瑶说的有道理，既然是谈生意，就以集团的名义去谈。这样吧，我现在就以叶家家主的身份任命你为叶氏集团的项目经理。至于股份的事儿，咱们以后再说。毕竟呢，你刚接手公司业务，这我也不好跟公司的其他股东交代。啊，对了，就以新城区发展计划这个项目作为考核，只要你能拿下，我立刻给你股份。少华，就这么定了。妈，我要你在天上看着女儿是怎么一步步把叶家蚕食干净的。1个亿都拍不下一个千机盒吗？爸，您既然知道我花了1个亿，肯定也知道我已经拍下来了。哼，我还知道你把她送人了，那个人还是叶少华的女儿。她也是林婉儿的女儿。她也是林婉儿的女儿。哇，那也不行。他要是真的在意自己的母亲，又怎么会让叶少华把那个盒子随意送人？她也不想啊，叶家她又做不了主。这个丫头为了她母亲的遗物，居然跑到拍卖会上去偷。哦，抓着了吗？你帮了他？是他帮了我。杀手的事我已经知道了，是你二叔干的。你放心，虽然你是我的养子，但是我一直把你当做亲生儿子，爸爸一定会给你一个交代的。爸，您慢点。你爸爸活不了多少日子了，唯一想要的就是爸，您放心，那个千机盒，您儿子一定帮您拿回来。爸，来人，医生呢？我把他怎么样了？暂时脱离生命危险，但也只是暂时。你每次都这么说。家主的病特别的复杂，现在他已经卧床这么多年，都是常年累月积累下来的，能活到现在已经是个奇迹了。唉，咱们也只能尽人事听天命了。我不管那么多，你给我找来世界上最好的医生，用最好的设备和最好的药。这个现代医学恐怕……哎，我想到一个人可能有办法。谁？家主的好朋友胡大师。陆氏集团重金寻找神医苦大师，凡是提供有效线索者一律有赏。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陆浩轩，你又要欠我个人情了。你说你是苦大师的关门弟子，如假包换，怎么证明？你忘了我是怎么救你的？针灸这个东西很多人都会啊，
可我用的是苦大师独创的灵脉针法，通过控制人体奇经八脉上的穴位，达到相应的疗效。算了，跟你说这些你也不懂。瞧不起我，老爷爷，想不出来。走开！大哥，这位是国医圣手裴天放，苦大师唯一的弟子吧？我特意从国外请过来，让他给你扎上一针，保证你马上好起来。哎，二爷，家主现在还没醒，要不等陆少爷回来再说吧？你怕什么？他现在不是满世界在找苦大师吗？现在苦大师找不到，我把苦大师的弟子找过来了，你还犹豫什么？可是没什么可是的，我大哥的身体都病成这样，耽误了医治，你负责吗？动手！住手！裴大夫，他患的不是普通的外科疾病，施针前不应该先把脉。你谁呀？敢质疑我的医术？老东西，这法秘籍我已经到手了，去死吧！原来他就是大师傅曾经说过的叛徒裴天放。你是谁？敢质疑我的医术？裴神医，这是我们家少爷。杜少爷，你有所不知啊，像我这个级别的大师，一看病人的面色和症状就知道他的病在哪儿，根本不需要把脉。是啊，裴神医可是苦大师的亲传弟子，医术高着，你且不要捣乱了。医术再高明，也要对病人负责。你是什么东西？敢教我做事？我是苦大师的关门弟子叶心瑶。不可能，我师父就我一个徒弟，根本没什么关门弟子。你个骗子，年纪轻轻不学好，骗陆家的钱，撒了这么一个弥天大谎，不要脸！你背叛师门，残害师父，这才是罪大恶极。你胡说！陆二爷，不是你再三恳求，我不会千里迢迢从国外回来给陆家家主看病。你们陆家小辈不仅怀疑我的医术，还血口喷人。哼，陆二爷，我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裴神医，你可不能走啊！我大哥还等着你救命呢。陆浩轩，你是想害死你父亲，好早点继承家业吗？二叔，我找叶大小姐来就是给爸治病的。她这么年轻，能治什么病？丫头，赶紧给裴神医道歉。这个人欺师灭祖，我不在这里收拾他就不错了，还想让我给他道歉？做梦！你口口声声说是我师父的徒弟，口说无凭，证据呢？如果说我能把他老人家找来，这算不算证据？你真能找来苦大师？师傅，哎，徒儿，你找我有什么事？师傅，我想让您认个人。喏，孽徒裴天放，你害我好苦！你个骗子，敢冒充我师傅！当然不是你师傅，你早已被我捉住师门了。我师傅3年前就死了，你个老骗子！陆浩轩，这几天你见到的骗子还不够多吗？各种版本的苦大师到咱们公司来应征，有一个是真的吗？你凭什么相信他？陆家主和我师傅乃是好友，咱们把他治好之后亲自认一下不就知道了？你真能治好他？放心吧，相信我。不行，不能让他害死我哥。二叔，你找裴天放这么个缺德医生，连脉都不给病人把就给病人看病，这才是要害死陆家主！你胡说，小丫头片子！你一而再再而三的针对我，无非是想赚陆家的钱。好，我们当众比试比试，谁能救好陆家主？好啊，没问题。跟我之前判断的一样，陆家主是长期郁结攻心，导致全身经络堵塞，从而诱发头疼和各种疾病。我现在就下针。陆浩轩，你干什么？放心吧，大庭广众之下，他不敢乱来。放开！
爸，黑天放，陆家主本就心脉郁结堵塞，你还施针加速血液流动，这是谋杀呀！你胡说，我只是手法重了一点。陈助理，拿下！哎，不是，等，哎，不是，是你们人多围着我，我紧张。陆爷，帮我说2句话呀！裴老弟，你刚才差点害死我大哥呀！就算我帮你，现在也没法开口啊。这不是你混账东西！你给老子闭嘴！你差点害死我大哥，我他妈弄死你！交给我来处理吧。李二小姐，原价看管。是。走。你给我等着！请救治我父亲，拜托了。好。等一下，浩轩，你真让他给家主看病？那二叔，您还有更好的人选吗？这针灸可大可小啊。就像裴神医行走江湖这么多年，都能失手，她一个小丫头，我实在是不放心的。要是像刚才那样，一不小心把家主给医死了，谁来负责？看来二叔很希望我爸爸死啊。哎，话不能这么说，不怕1万就怕万一啊。裴神医是我请来的，没有医好，我来担责。要是他没有医好或者医死了，你来担责吗？我爸的病我来负责，就不劳您操心了。哎，浩轩啊，你要是生在普通家庭，我也就不操心了。可你是我们陆家的养子，还是未来陆氏的继承人，你的一举一动都关系到整个陆氏。狐狸尾巴终于露出来。那二叔您想怎么样啊？这样，我们来拟一个协议，如果他没有治好或者治死，我不让他成陆，你自动放弃陆家的股权，给我离开陆家。小丫头，协议没有拟好之前，你要是敢轻举妄动，出了岔子，我唯你是问。如果出了什么岔子，我唯你是问。你这是趁火打劫啊！怎么样？好啊，我答应。好啊！我说什么来着？不要相信他，不要相信他！你不听。幸好我留了一手。陆浩轩，现在你已经不是我们陆家人，马上收拾铺盖，连滚带爬的滚出陆家！我还没死呢，大哥。陆家主只不过是把常年郁结在胸的淤血一口气吐了出来，胸前舒畅了，再加以调理，病自然很快就会好的。爸，她是叶家大小姐，叶欣瑶。叶欣瑶，陆伯父您好，你是婉儿的女儿，像，太像。原来你是叶家大小姐呀！你这个祸害！大哥，他硬闯叶家婚礼，闹得叶家是鸡犬不宁，咱们陆家可容不下他这种人啊！你怎么还在这里？我这么不识趣！大哥，滚！滚之前，把你那个什么破协议给我留下。叶伯父，您跟我母亲很熟吗？岂止是熟，我们从小青梅竹马。你放心，我一定会抓到凶手，替你妈报仇。什么凶手？我怀疑就是叶少华害死了你妈。我爸爸。我和你妈从小青梅竹马，感情很好，可惜年轻的时候家里很穷，而你舅舅又背了一屁股赌债，连夜跑了。林家为了还债，于是就把你妈嫁给了当时4大家族之首的叶家。可是即使这样，我爸也没有理由要害我妈。
我之所以认定他是凶手，就是因为婉儿在死前的几个月见过我。你跟我妈有私情？没有，那是他结婚之后第一次见我，也是最后一次，就是这么偶然的会面，被你爸碰着了。可是即使这样，也不能代表什么，除非……没错，我和你妈之前的事都被他知道了，他把婉儿关了起来。我想去见他，却被人打断了一条腿。等我伤好出院，却听到了婉儿的死讯。我爸叶少华，真的是他做的。我当时就认定叶少华就是凶手，于是找了好朋友顾大师去开棺验尸。可是什么结果都没验到。大师傅给我妈验过尸，那他为什么从来不跟我提起？叶少华毕竟是你父亲。原来我一直以为是因为我爸出轨，我妈才郁郁寡欢，身染重病。现在才知道，原来是他害死。你可千万别这么想，我爸不也没调查出证据，可能这是个误会。这件事情我自然会找大师傅问清楚。对了，伯父，您打算怎么处置裴天放？裴天放，师傅的分筋错骨针法，想必你一定听说过吧？今天要不要亲自体验一下？师妹，我错了，你饶了我吧，饶了我！是陆家老二，他花重金买我，叫我下手杀死陆家主，跟我没关系呀。裴天放，你说的都是真的吗？句句实言。老二，走，你还有什么话说？呸！你这个没用的狗东西！没错，是我干的。为什么？我们是亲兄弟啊！亲兄弟，你拿我当亲弟吗？陆家偌大的产业，给亲弟弟，反而给一个外人，一个养子，我不服！老实点。所以你就派人刺杀浩轩，又让裴天放杀我。对，我就是要让你们这对虚情假意的父子都去死！去死！爸，罢了，浩轩，把你二叔交给警察吧。带走吧。是。走。陆离群，我诅咒你们父子俩不得好死！陆家主，可不可以放了我？至于你，就交给叶小姐处置吧。陆家主，你师妹，你饶了我吧！像你这种欺师灭祖的叛徒，自然是要废去全身经脉，再交给师傅处置。谢谢你又帮了我一次。你把裴天放交给我处置，也算我帮了我一个忙，咱们俩就算抵消了。那不错。你忘了，他害了我父亲，所以也是我的仇人。我把他交给你，是想借你的手惩罚他。这样算来，我好像欠你2个人情，这辈子还不清。不如以身相许吧。
我突然想到了，我听说你们陆家正在发起一个新城区发展计划，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们叶家也想参与一下。新城区发展计划，嗯，没问题。下一个呢？暂时还没有想到，先欠着吧。真不考虑一下我的身体啊？不好意思啊，我对小扒菜不感兴趣。等会儿，你说谁小白菜呢？我脱下衣服有8块腹肌，你信不信？爸，陆浩轩约我们明天中午去一趟云客轩，谈一下新城区发展计划。好，很好。阿瑶，你真是爸的好女儿，这一出马就替叶氏拿下这么大一个项目，爸都不知道怎么感谢你了。爸，都是父女一场，谈什么感谢啊？等项目谈下来之后，您只要按照事先说好的，把该分的股份分给我一份，女儿就心满意足了。你放心，一定。爸，他才回来多久啊？连公司都没去过，什么都不懂，凭什么要股份？你要是能像他一样，1天之内就把项目拿下，我给你的比他还多。爸，我想和您单独谈谈。没问题，跟我去书房。爸。阿瑶，你放心，新城区发展项目绝对是块天大的肥肉，只要你把它拿下，那以后啊，叶氏的股份少不了你的。爸，我相信你是不会亏待我的。但是我今天来不是想说这件事情。哦，那是什么？我今天看见陆家主了，他跟我聊了一些往事。我们叶家和陆家素无往来，要不然陆家也不会这么不给面子，几次3番都约不到。那妈妈呢？她跟陆家主有往来吗？你妈以前是认识陆家的，不对，陆立群那时候还是个穷光蛋，什么家主不家主的，他不配。他们是初恋情人。你听谁说的？他们只是发小。陆立群这个病样子，自己都快要死了，还要拆散我和婉婉，可恨。这就是陆家不愿意跟我们做生意的原因吗？阿瑶，你到底想说什么？爸，我就想知道我妈她到底是怎么死的。你说什么？我妈在我很小的时候就死了，亲亲人。第2天你就把外面2个女人带回了家。叶新月她才比我小2岁而已。那又怎么样？哪个世家子弟身边没有几个女人？这都过去这么多年了，你还没习惯吗？我原先一直以为我妈是因为知道你在外面有女人，心灰意冷，才郁郁寡欢得病而死。没想到竟然是因为你怀疑她跟陆立群有染，才害死她。你胡说！你听谁说的？是不是陆立群？陆立群这个混蛋，他不仅给我戴绿帽子，他还到处抹黑我。承认了，你承认怀疑他们2个有私情？我承认我怀疑过他，但是我没有杀他。你妈是我明媒正娶的夫人，我为什么要杀她？倒是那个陆立群，他不知道从哪儿找了一个苦大师，一个江湖郎中，他要当着大伙的面开棺验尸。这对我们叶家来说呀，简直就是奇耻大辱。你有什么证据证明不是你做的？那他们又有什么证据证明是我做的？阿瑶，这么多年了，你妈死后我对你怎么样，你是知道。我从来没有因为你妈的事迁怒于你。你是对我够好，好到给我找了个后妈，还赠送了一个妹妹。好到这3年来我的失踪，你从来没有联想到跟我妹妹有关系。你的失踪关新月什么事？阿瑶，有些话我一直想跟你说。既然云川和新月已经结婚了，哪怕是你再不愿意，你也要学会接受现实。这么多年你一直不在家，
那新月就是我唯一的女儿。我承认是我把她宠坏了，她的确是有些任性，但是她本质并不坏。说了这么多，你还是在卷。你根本不关心我到底为什么会失踪。你不就是因为知道了云川和新月两个人好了，一时接受不了才逃婚的吗？原来你早就知道新月跟云川有事，3天前你就知道了。我劝过他，但是他不听。这手心手背都是肉，你叫我如何取舍？是吗？您不是已经取舍了？天晚了，早点休息吧。明天还要跟陆家谈生意。阿瑶，妈，女儿已经彻底对父亲失望，以后女儿再也不会对这个家存有半分情感。别讲，是我。你放心，这里是监控死角，看不到的。那也不表示你可以为所欲为。是啊，你听我说。还有什么好说的？聂先生，你已经结婚了。那是因为你失踪了，我找不到你，所以你就娶了我妹妹。这个理由我给你打满分。那你知道我为什么会失踪吗？为什么？因为你的好妻子，我的好妹妹叶新月，她亲手杀了我。新月，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她告诉我，你跟她早就好上了，就连她给我喂的毒药都是你亲手交给她的。她胡说，我没有。新瑶，你相信我，我那个时候一心想要娶你，除了你之外，别的女人我连看都不会看一眼，怎么还会和叶新月有什么关系？真的吗？是真的，我可以发誓。好，我相信你。谢谢你的相信。我就知道那个叶新月没安什么好心。你失踪之后，他跟我说你是因为不爱我，所以才故意逃婚，所以我才……那你会跟他离婚吗？啊？你愿意跟他离婚吗？你给我点时间，我……好，我给你3天时间，就3天，3天之后过期不候。什么？他要你跟新月离婚？他凭什么？就凭他是叶少华身边的红人。可这项目这不是还没完成吗？连个谱都没有。云川啊，这叶新瑶才刚回来，不成气候，你可千万别被他给骗了，捡了个芝麻丢了个西瓜。你懂什么啊？那叶新瑶一个小老婆生的，什么时候变成西瓜了？小老婆怎么了？在樊城谁不知道？叶新月才是叶少华最宠爱的女儿，要不然咱儿子当初为啥要偷偷跟她好呢？还不是为了有一天能接掌叶家？怎么现在反而还倒回去找那个有爹生没娘教的叶新瑶了？是一，如今那叶新瑶攀上了陆家的关系，那陆家是什么样的人？随便动动手指都是能让樊城抖3抖的人，那就更不能离婚了。要是叶新瑶跟陆浩轩好上了，还会找咱们儿子吗？到时候，那你跟新月离了个婚，两头落不着，那岂不是亏大了？妈说的对呀，我真是糊涂，差点被叶新瑶那个妖女给迷惑住了。云川啊，你现在就应该跟新月站在同一阵线，把叶新瑶从那个项目经理位置上拉下来，看他以后还能不能翻身。其实啊，想要把他拉下马也容易。他不是让你离婚吗？说明他对你还抱有幻想，你大可以利用这一点，先别急着跟他撇清关系，能拖多久是多久，然后再找机会让陆浩轩知道这事儿。哼，这样他跟陆家好不容易攀上那点关系，就瓦解了。就是，你爸说的对，咱们啊还是老一套，脚踩2只船，多给自己找点备胎。
这普天之下，也只有咱儿子能把叶家这2个女儿玩弄于股掌之上。叶家主，叶家真的打算在新城区项目中分一杯羹吗？我们叶家向来对城市发展相当重视，这次知道陆家有意要将樊城北部的那一片区域进行改建，我们叶家作为樊城的4大家族之一，当然是希望尽一份绵薄之力。是啊，陆少，有什么需求尽管提，我们一定尽力满足。你们来做什么？老爷，樊城北边可是我娘家的地界儿，我来听一下我娘家被改成什么样儿，没问题吧？现在还只是商谈意向，人家陆少让不让我们参与，具体怎么参与，这还没确定。提前了解一下，总没坏处。陆少，我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女儿。不用介绍了，她就是跟自己姐夫结婚的妹妹吧？你们的婚礼我去过，你忘了？那天是有些不愉快的，不过那都是误会。我们跟新阳也是一家人，一家人哪有隔夜仇，对吧，新阳？既然是一家人，那我就不绕弯子了。新城区发展计划，我不需要你们叶家1毛钱投。陆少，不管怎么说，我叶少华也算是你的长辈，你这样耍着我们玩，合适吗？我就说哪有那么容易的事儿。我们家新月每次去陆氏谈项目都吃闭门羹，你叶新瑶去了2次就谈成了。要我说呀，一定是姐姐得罪了陆少，陆少才拿我们整个叶家开涮。叶新瑶，赶紧给陆少道歉。陆浩轩，你这什么意思？姐姐，你怎么能这么跟陆少说话呢？一定是你之前态度傲慢，冲撞了陆少。你可别忘了，现在是我们求人家，放下你大小姐的脾气，好好求求陆少。你们听我把话说完。新城区发展项目，我陆家不会要叶家1毛钱投资，相反，会给你们叶家20%的股份。白送我们股份？为什么？为了娶您的女儿。什么？这是我向叶大小姐提亲的礼单，叶家主看过之后，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话，尽管告诉我。价值10个亿的新城区发展项目股权，每颗的梦幻星辰珍珠100颗，樊城龙府豪邸楼王，那可是价值5亿的豪宅。这也太贵重了吧？其实这件事情还没有跟阿瑶商量过，有点唐突了。我不想让人觉得我陆浩轩财大气粗，以财压人，所以这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得交到阿瑶手上。这事有点太突然了，让我考虑考虑。你还考虑什么呀？像陆家这样的豪门大户，很多女人都求之不得，你别不识好歹。哎，陆少，我的女儿我说了算，这门亲事啊，我答应了。爸，姐姐可是你亲闺女，你怎么能把她像货物一样卖给陆家呢？姐姐，这门亲事你可千万不能答应啊！俗话说得好，一入豪门深似海，更何况是陆家这种顶级豪门。你说你也不会游泳，这要是掉海里了，可没人能救得了你。我的好妹妹啊，你还知道我不会游泳啊？当初好像就是你把我按进浴缸里的吧？这会子倒关心起我来了。陆二小姐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婚姻大事是该请示，没关系，我有的是时间，想清楚了告诉我。我先走了，陆少慢走。这家伙到底想干什么？阿瑶啊，你真是我们叶家的福星啊！不仅不费一分一毫就拿下了新城发展计划，还为我们叶家找了陆浩轩这样能干的女婿。来，我们全家好好喝一杯。我吃不下，累了，先走。都给我坐下，坐下把饭吃完。我不让走，一个也不许走。阿瑶，吃藕。
你小时候最爱吃这个。妈，这就是我的父亲，不仅舔着脸要跟情敌的儿子做生意，又不失一家家主的威严，真是能屈能伸。可是我却觉得恶心。你真的要嫁给他？我想不到什么拒绝的理由。合约婚姻，陆家祖上是木匠吧？陆、鲁，我猜陆家应该是鲁班的后代，而千机盒原本就是陆家之物，只不过是陆家家主送给我母亲的。当今这个世界上，能解开千机盒的那个人，一定是你父亲，对不对？你猜的全对，不过这跟我要娶你有什么关系啊？还有啊，这个合约婚姻什么意思？你娶我，无非就是想让我带着那个盒子当陪嫁，你正好送给你父亲，人才兼得。陆浩轩，你还真是打得一手好算盘啊！不能否认，这确实是个很好的办法，不是吗？我去，这丫头简直神了，连我找的借口都能猜到。没问题，不过我有一个条件，把这个签了。我陆浩轩混迹商场这么多年，从来没做过亏本的生意，这一纸合约，我怎么感觉自己亏大了？甲乙双方结为契约夫妻，不发生肉体关系，互不干涉对方隐私，甲方可随时提出离婚，乙方需无条件配合。我会把千机盒还有你送去我们家的彩礼，通通当做陪嫁带去陆家。至于那个新城区发展项目计划的股份，等我当上叶家家主之后，我会按照市价买入，绝不会占你1毛钱便宜。那个盒子是我花了1个亿买的，别搞得跟你倒贴了似的。那也是我救了你之后你还给我的，这一点我们早就两清了，不是吗？行，你说的有道理。缔结合约双方互利互惠，诚实守信。合约从签订之日起即刻生效，一式2份。哎呀，小样，还挺费文了，我喜欢。叶陆两家的婚礼定在下月初8，你从账上给我支500万出来，要快。500万，爸，你也太偏心了吧！我当时结婚的时候，你也没花那么多钱呀。那要看聂家娶你花了多少钱。那也不能差这么多呀，都是叶家的女儿，我哪里比不过叶新瑶了？好了，新月，妈。去。啊！我真是瞎了眼才会嫁给你这个没用的东西！当初可是你哭着喊着非要嫁给我，为了跟我在一起，你还动手杀了自己的亲姐姐。怎么，现在看人家嫁得好，你后悔了？叶云川，你以为自己很干净吗？别忘了，当初可是你把明蛇伞找回来的。叶新月，你这个疯婆子，我杀了你！你杀呀！有本事你就在你家杀了我！别忘了，我可是叶家2小姐，你要是敢动我1根汗毛，整个叶家都不会放过你的。叶家2姐，你不过是个小三生的女人，我聂云川才是家里眼，鬼迷了心窍摊上你这么个货。聂云川，你当初不就是看在我比叶新瑶好控制，所以才暗中怂恿我把她杀了，然后利用我们叶家对付你大伯，好让你继承聂家家主之位。你以为你是个什么东西？一个靠老婆上位的玩意？你以为你比我高贵多少？说什么？陆川，告诉你，我就算再怎么比不过那个叶新瑶，我也是叶家2小姐。再怎么说，我叶家也是4大家族之一，依旧是你那个不入流的聂家高攀不起的。所以，你最好把我伺候的好一点，不然的话，我让我父亲把你整个聂家都灭。哼！
夕阳，我错了，你跟我走，我们一起离开这里，好不好？云彻，你冷静点，你这样大张旗鼓的闯进我房间，被他们知道了，我们谁都走不了。没事儿，叶新月那个小贱人和他妈那个老贱人都走了，现在只有我们2个人。夕阳，答应我，别嫁给老去。夕阳，我爱你，我真的爱你。云彻，不用这样，云彻，别这样，云彻。陆浩轩，怎么是你？夕阳，不是答应我要跟我远走高飞的？飞你个头啊！新瑶是我未婚妻，我在这儿怎么了？倒是你聂云川，作为叶家二女婿，大晚上不睡觉跑这儿来，我今天就算把你打死，也没人敢说一个不字。我喝醉了，走错房间了，对不起啊。他就是你曾经喜欢的男人？谁年轻的时候没有爱上过几个渣男呀？几个？除了聂云川还有别人？很遗憾，就他一个。那不就是了？这样算来，你这辈子最多也就爱过一个渣男，哪来的几个？我们只是合作关系，谁知道遇见你之后会不会遇上其他几个渣男呀？即使是合作关系，那也得认认真真的合作。看着我，看着我的眼睛，我有话跟你说。什么？你真的放下他？叶二小姐看到这个视频，脸色一定不会好看。岂止是脸色难看，她根本会想宰了他。不过，我还是不希望你拿自己当诱饵来做这种事情。你这是在吃醋吗？不应该吗？我的未婚妻。陆先生，我想我有必要提醒你一下，你像现在这样搂着我的腰，我再不推开你的话，我就真的成了你口中的诱饵了。好啊，来诱惑我。放心吧，我陆浩轩从不强求别人做不愿意做的事情。晚安，我的未婚妻。你瞧瞧，不好意思，喝药了，喝不好。没事的，陆伯伯。还叫陆伯伯？爸。臭小子，还不带一丫头去洗一洗，换身衣服啊？走吧。傻小子。你现在让陆山商场的各大女装品牌看这个尺码，给我送特衣服过来，要快。徐新瑶，我恨你，你去死吧你！好生救我！好生！好生！不要丢下我！ Said you wanna fall in love, you just don't realize that I'm ready to treat you right. Let me kiss away the pain and you'll be home at last. Never look at you, should never look at you. 说起来也可笑。 这3年来，我一直不敢用浴缸。为什么？因为叶新月3年前，他把我按在浴缸里，亲口对我说，他跟聂云川在一起。他真该死。是啊，他真该死。
陈助理，哎，你说为了追求一个女孩，替她把仇家干掉了，这个女孩会开心吗？不好说，说不好。好好说啊。我的意思是啊，如果这个女孩她属猫，而她的仇人呢是只老鼠，她很可能会觉得你抢了她的玩物。这样，哎，我什么时候说那个人是我了？胡乱揣测上了你，是不对的。哎，是我的圣上。真好看。陈助理，你看少奶奶好看吗？陈助理他早就走了。算他识趣。那个衣服有点多，我一进电视试到天黑都试不完，我就随便找了一身换上了。来，你看怎么样？没关系啊，试到天黑，在这住下就是。不行，叶家那边还有笔账没有算呢。算账？猫抓老鼠？啊？没什么，你高兴就行。话说这些衣服都很合身呀，你是怎么知道我的尺寸？目测。陆少还有火眼金睛的本事啊，恐怕没有17、8个女朋友是训练不出来的吧？我冤枉啊！我只知道你的，其他的我一概不知啊，娘娘。老慈，我送你。叶心瑶，干什么？溺水的滋味怎么样？我亲爱的妹妹。来人！快来人！叶心瑶，你到底要干什么？他们都不在家，钱立洲跟爸爸去参加宴会了。聂云川回了聂家，爷爷呢早就喝下了我的药，早早就睡下。现在整个家就只有我们俩，你就算叫破葫芦，也没有人知道。叶心瑶，你到底要干什么？我要干什么？从我回来的那一天开始，你就该知道我要干什么。叶心瑶，姐姐，对不起，我不应该为了云川背叛你，是我的错，你原谅我好不好？我真的不是想杀你的，我是一时冲动。哦，是吗？那我现在就划破你的喉咙，把你装进铁桶，灌上水，丢进大海，也是一时糊涂了。进来。姐姐，我求求你放了我，只要你肯饶我一条命，我什么都给你。什么都给我，包括聂云川吗？云川也给你。时至今日，你觉得我还需要你把聂云川让？啊？对，你养陆浩轩了，你看不上云川了。可姐姐，你想想，要不是我把云川抢走，你怎么可能会认识陆浩轩呢？你怎么可能会成为陆家少奶奶？你看在这个的份上，就放了我吧。我说的不是这个。聂云川他本来就是我的，以前是，现在是，将来也是，将来也是。睁大你的眼睛看清楚了。云川，我亲爱的好妹妹，看到了吧？这就是你选的男人，看到了吧？跟我走。叶心月，你要是识相的话，就赶紧跟聂云川结仇了，我要得把他还给我，不然我就像3年前那样把你打。不要摆我，姐姐，别摆我，姐姐，
姐姐，叶心瑶，我跟你没完！聂云川，个吃里扒外的东西，竟然敢在我眼皮子底下勾引我姐姐，你不得好死！妈，叶心瑶，你居然白我一道！心月，你听我解释，那天喝多了啊！这不要脸的东西！亏你们新月对你掏心掏肺，还让你爸坐上聂家家主之位，你就这么对他？不是的，是叶心瑶，她勾引我。聂云川啊，我可从来没有邀请过你进我房间啊！你这个贱人，自己有了未婚夫，还勾引亲妹夫，现在狐狸尾巴藏不住了吧？你就是想让我们聂家家财不宁！好了，你们闹够了没有？你们还嫌不够丢人吗？云川，你过来。爸，不要叫我爸，你立刻给我滚出去，滚回你们聂家，通知那2个老立刻来见我。滚！阿瑶，我警告你，不要在这儿兴风作浪。你不要忘记，你是叶家的人，你身上流的还是叶家的血。我亲爱的姐夫，有件事我很有必要提醒你一下，否则你可能会后悔终身的。什么事啊，小姨子？你已经被戴了绿帽子了，傻瓜！我早就知道了，当时我就在这。你已经知道了？还是我把你老公赶出去的。要我说呀，你这个丈夫太疏于管教了，整天喝得醉醺醺的往别的女人围转。要不是我知道我们家阿瑶的品性，我可能真的会生气。让让，聂云川，聂云川，给我出来，跟你没完！哎，心月，你消消火，消消火啊，他马上就出来了。老婆，老婆，我错了，原谅我这一次吧。云川，你干什么？快起来！新月不原谅我，我就不起来。云春呐，男儿膝下有黄金，你怎么轻易下跪呢？起来！聂云川，你不是还爱着那个叶心瑶呢吗？啊，你搁我这装什么孙子？我那是假意偷着，想帮你。假意？我叶轩月长这么大，头一次听人把出轨说的这么谍影重重的。聂云川，你脸皮怎么这么厚呢？新月，你没感觉叶希瑶这次回来跟以前不一样了吗？你上次那么对她，我担心她会报复你，所以才故意接近她，没想到被她拆穿了。是被人家未婚夫给打了吧？老婆，现在叶信瑶傍上了陆家，只会越来越难对付，你以后的处境也只会越来越艰难。以后我不在你身边，你要照顾好自己，能忍就忍，千万别逞强。陆家势大，你是斗不过他们的。云川，你还想跟我离婚怎么着？给我说清楚！老婆，过几天4大家族的花家将会在樊城举办商业峰会，花家的公子可是出了名的好色，我有个主意。叶心瑶，我就不信我斗不过你。你今晚真漂亮，我的好妹夫呀，你这老毛病又犯了。信瑶，你说话怎么总是夹枪带棒？我们就不能坐下来好好聊聊？不能，我怕又被别人造谣，说我故意勾引他。谢谢你的酒。
你在酒里。卖货的人说了，这种催情香药效最强，等到他们发作了，想分都分不开。老婆真聪明。行了，你先出去吧，再过10分钟把头给你立脸上。遵命，老婆大人。叶心瑶，好戏马上就要开始。尊敬的各位来宾，大家晚上好，很荣幸能够站在这里和大家共同参与这次的商学领袖峰会，感谢各视频。哇！叶心瑶，好戏马上就要开始了。再过5分钟你们就该醒了，催情香也该发作了，日间可觉得有好戏看。忘了告诉你们了，我可是移仙苦大师的亲传弟子，就你们这种小伎俩，还想骗我？精彩吗？不要脸的女人！云川，你干的？我才没这么下作，他这是自作孽不可。老爷，不是我说你，你做生意还行，但是你在教育子女方面真是太放纵了，大庭广众之下做出这丢人现眼的事。老的是这样，小的也是这样，真是有辱龙凤。不是我没有，都是姐姐陷害我的。我就知道，一定是你这个贱人！老爷，这个家我是一天都待不下去。阿瑶，到底是怎么回事？真是好笑，你们夫妻俩的事情为什么要问我呀？就是你嫉妒我跟云川和好，就想用这种方式拆散我们，你真卑鄙！是我做的话，为什么聂云川都不问我，就知道你跟花公子在哪个房间啊？川，算了，心远，我们离婚吧。你说什么？不想再被你利用干那些阿杂事儿了，好自为之吧。对，离婚。我们聂家的名誉损失费只能赔给我们。哼！叶心瑶，我跟你拼了！别闹了，我离了也好。爸！慢慢玩吧。给我整死那个贱人！来，爷爷喝药了。冷。冷吗？不会啊，挺热乎的。我也是。谁干的？八夜里，
有人偷偷进来教的。爷爷，你告诉我，除了我和你，谁还有你房间的钥匙？温管家。大小姐，这您就冤枉我了。我是叶府的管家，哪个房间的钥匙我没有？您不能因为我有钥匙就断定是我干的。再说，这要是我干的，也太此地无银300两了。温管家说的对呀，您只是一个管家，跟老太爷无冤无仇，又怎么会害他呢？是啊，温管家，你该不会还在因为我教训过你的事情怀恨在心吧？不敢不敢，我哪敢有那个心思呀？温管家身上怎么会有一股栀子花的味道？我刚才在院子里有盆栀子花碎了，我就打扫了一下，顺便摘了一朵就放在了兜里。大小姐，你要是喜欢，我送给你。你怀疑温管家有问题？只是怀疑，还没有证据呢。不行，你待在这儿太危险了，这里全是你的敌人，先搬我那儿去吧。问题不解决，光逃避有什么用啊？而且我还要照顾爷爷，他这个病比我想象的难得多了，治了很久，还是不见好。你不是苦大师的高徒吗？这世上还有你治不好的病？有的，其实我对奶油过敏，这个就一直治不好。有了，大小姐，你的早餐。谁给我做的鸡蛋？不知道我对鸡蛋过敏吗？快给我端走。是。这怎么有鸡蛋啊？严惩不贷！这都是什么呀？最近家里有人要整我，被我发现了，但却没有证据，所以我故意放出消息，说我对鸡蛋过敏。结果和料想的一样，每天遭受到鸡蛋的袭击。谁会对鸡蛋过敏呢？信这话的人也真是个蠢货。可就是有这种蠢货相信了这个话，被我们布下的天罗地网抓了个现行。温管家，你给我滚进来！老爷，温管家知道错了，下次不会了。没有下一次了，马上收拾东西，给我滚蛋！老爷，温管家只是气不过这叶青瑶把新月害得那么惨，给他出口气罢了。混账！新月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他咎由自取，怪得着阿瑶吗？你不许再为他们俩说话。老爷，钱丽珠，以前你就一直护着温管家，我以为你是善待下人，现在看来这事情可没那么简单。说，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冤枉啊！我跟温管家能有什么事情啊？我只是不想看到家里唯一一个帮着我跟新月的人被赶出叶家而已。是唯一一个吗？那小九呢？还有其他下人呢？他们一个个仗着你钱丽珠在叶家横着走，你别以为我不知道，我们整个叶家早在3年前就被你大换血了。温管家，他必须给我滚！你要是再啰嗦一句，我就把他们全开了。你说，钱丽珠为什么这么护着温管家？你把他臂膀都砍了，他能不心疼吗？是这样吗？可是我总觉得还有其他原因。什么原因？不知道，可能是我多心了吧。可是以前也没有见到陈丽珠对哪个下人这么上心过。她今天的举动倒是让我觉得有些意外。先不管这么多了，
我最担心的还是你。担心我什么呀？温管家虽然走了，但你没听你爸说吗？你们家全是潜力出的人，走了一个温管家，保不齐会有第二个、第三个老豆腐。哼，就凭他们。我知道你有一身的马脚调不完，可明枪易躲，暗箭难防。就拿今天来说吧，假如你真的对鸡蛋过敏，一吃还会死那种，那不早就嗝屁了。你才嗝屁了呢！我是说真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软肋，就怕有些人躲在暗处给你致命一击。我的软肋是我的母亲，可是她已经不在了。这样吧，我安排陈助理跟着你，护理周全。哟，这么体贴的陈助理，你舍得让给我呀？谁叫你是我的软肋呢？潘小姐，您的陪嫁都在这儿，这是礼单，您点一点。嗯。千机盒呢？按照您的吩咐，放在这个礼盒里。闭嘴！新娘不见了。我不是让你跟着吗？人怎么会不见了？不是，我是跟着来着，可是他说要睡什么美容觉，然后又为结婚做准备，就把我支开了。我就可以让你守在门口的。哎，少爷，这就算我守在他床边，他也不会把我支开的。谁让你站到床边的？哎，谁允许你站到床边了？不是，不站，我这不是安慰你吗，少爷？哎，姨小姐的本事，哎，不会有事儿的。哎，他顶多就是想嫁给你。陈坤，我看你是活久了是吧？不是，我现在派人去找，我现在马上派人去找啊！叶星瑶，我希望你不要碰到第二个叶星月。天阳，醒醒，心阳！天阳，是你？还记得这儿吗？这是我们初次相遇的地方。千机盒呢？在那儿啊。你这么费尽心思的把我抱过来，到底想要做什么呀？心瑶，你原谅我吧，不要再联络墨雪，陪我啊！心瑶，我已经布置好了，今天我们就在这儿结婚，弥补3年前的遗憾啊！宁琛，你疯了吗？你为什么如此执迷不悟？你真以为你跟叶新月干的那些事情可以一笔勾销吗？我们已经离婚了，已经不可能了。你相信我，我们一定可以重新开始。你少糊弄我了！你要是跟叶新月已经离婚了，那是谁把我的千机盒偷走了？告诉你们秘密，其实我在叶家不止叶新月一个女人。小九，你跟小九也有一腿。叶新月那个贱女人，成天拿她的钱和地位压着我，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小九就不一样，她以我的需要为第一需要，她才是男人心中最理想的女人。既然你跟叶新月都已经离婚了，那你跟小九在一起啊？你把我赶过来做什么？谁让你是叶新月？谁让你是叶家大小姐？我要钱，我要地位，这些小九那个贱人他给不了我，只有你叶新瑶能给我。新瑶，你是爱我的对不对？啊，一直是爱我的。来，我们来拜堂，我们成亲，我们今天就洞房啊！疯了吗，宁宇川？你个疯子，你比叶新月还要疯！你们两个才是天造地设的人，可我就不走这个人了。不准你提叶新月，不是恨他吗？
跟我在一起，我们俩联手，一定能搞垮他。我们来逃啊！来，心瑶，你洞房吧？啊！把他送到警察局，1分钟之内，我让聂家家产尽数消失。是。走吧，我们去一趟。今天你好美。陆少，求求你大发慈悲，放过我家云川吧！云川那臭小子干出这种事，不应该被原谅，就算是坐一辈子牢也是应该的。陆少，我们整个聂家不该被那小子牵连啊！无辜，就因为有你们这样的父母，才会有聂云川那样的儿子。你跟我说无辜，来人啊，他们给我拖下去！我这辈子都不想看到他们。陆少，你答应咱俩，你饶过我们聂家一家吧！啊，陆少，放开我！徐新瑶，都是你，为了给我儿子陪葬，都是你，为了给我儿子陪葬。小心！放学，叫救护车呀！少爷，你挺住！放学，少爷，你挺住！少爷，你能不会有事的。大夫，我老婆她怎么样了？他的伤口靠近心脏，患者失血过多，恐怕无力回天啊！聂家那个老娘们儿，她杀了浩轩，我要杀了她！浩轩，你醒醒，浩轩！好啊你，陆浩轩，你居然装死吓我！老婆，虽然没伤到心脏，但好歹也破了点皮儿，你轻点啊！不过我是看到他那把刀刺进你的心脏的，你怎么会没事啊？幸好他帮我挡了一刀，好在今天我帮你捡起来了，本来打算婚礼给你的。我差点还以为我要守活寡了呢。想守活寡，可能我会缠着你一生一世。那你要缠紧一点。放心吧，我一直缠着你。这功夫把我看成家伙的，可没拼了。陈助理猜的果然没错，你一定会来报复的。陆浩轩没受伤，那我老婆，你老婆跟你一样，意图杀人，免不了牢狱之灾。你们一家人在里边好好团聚一下吧。带走。是。下。走。走开！你不能好死！我这么也不帮你。这下终于可以不用装病了，可以回家了。亲一个。快喝！快喝呀！快喝呀！你装什么呀？小姐，姐你怎么回来了？阿瑶，你回来了。爸，现在攀上高枝了，也不要尊重长辈，回来注意也不叫一声。你说这林婉儿是怎么教女儿的？你这么会教育女儿，那你就好好教教叶心月，该怎么尊敬爷爷。死丫头，你把心月害得那么惨，现在轻描淡写想回来就回来，没那么容易。李珠，
你有完没完？叶欣瑶是你女儿，新月就不是你女儿了。现在她婆家没了，老公没了，名声还臭了，在家里疯疯癫癫的，你就不心疼吗？蝴蝶，云川，快来帮我抓蝴蝶！岳父大人，这个疯子他就该待在他该待的地方，就别到处乱伤及无辜了。好不容易回了一趟，屋里坐会。走吧，爷爷。叶叔，听说您高尔夫打得挺好的，那行了。小九，你怎么干活呢？对不起，对不起。告诉你个秘密，其实我在叶家不止叶心月一个女人。你跟小九也有一腿啊？怎么了？哦，没什么，爸，我想把爷爷接到我那去住。为什么？爷爷之前的病有所好转，我想继续为他医治。叶欣瑶，那这话就不对了吧？老爷子在叶家，难道就没有人给他医治了吗？你指的治病，就是像刚才那样继续给他灌药吗？爸，爷爷久病未愈，之前我回来给他医治，有所起色，我想继续给他调理，一定能有所好转的。可你爷爷是叶家的前任家主，这前任家主到陆家去住，这成何体统啊？这让外人怎么看咱们叶家？可是不要再说了，既然你有这份孝心，你就自己回来。温管家，看来你继母对温管家还真不一般啊。查，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让开！叶夫人让我给你带句话，你以后不要再去叶家找她，否则的呀，一拍两散。想得美！只要他在叶家一天，我温娜就缠他一辈子。疼，知道疼就给我放聪明。收了这笔钱就给我滚出樊城，永远别再回来，否则我见你一次打你。千里珠，你个老骚货，见得有小年轻的就想甩掉啊！你也不照照镜子，看看自己老成什么样了。小年轻的能看上你吗？还不是为了你的钱？你有什么？再说一遍。你不就是他养的小白脸？那个老拧的滋味不好受，他床上功夫也就那样。我当初要不是看她长得年轻漂亮，能有机会嫁入豪门当包带，我能看上她？你回去告诉那老娘们儿，我温娜的青春全献给她了。想甩掉我，门都没有！你个老疯狗！什么？钱丽珠跟温管家有私情？千万去，而且是在钱丽珠嫁入叶家之前就已经有关系了。那叶新月继续查。来，爷爷，我们吃药啦。来，姐姐，你干什么呀？叶新月，你鬼鬼祟祟站在我身后，你想做什么呀？我只是想把这个给你。你想把这个给我？叶新月，你少在我面前装疯卖傻了！你以为你这样做我就能放过你？我告诉你，我们俩之间的账没完。叶新瑶，你都把我害这么惨了，怎么还不肯放过我？哦，惨吗？当初你活埋我的时候，有没有考虑过我的感受？我告诉你，你有今天的一切，
全都是你咎由自取。叶心瑶，我斗不过你，求你放了我吧！我保证，以后一定夹着尾巴做人，绝对不会出现在你面前，还不行吗？你总算看进去。我警告你，对爷爷放尊重一点。要是再让我看到你虐待他，我是不会放过你。爷爷，对不起，我真的不是故意的，我只是控制不了，我最近不知道什么了，我真的控制不了。新月这孩子居然学会道歉了。阿瑶，放心吧，爷爷，其实我早就被你治好了。真的？爷爷，那您为什么现在才告诉我呀？害得孙女以为自己医术不行呢。爷爷被人下了毒。谁干的？钱丽珠。钱丽珠？她为什么？不对啊，爷爷，您中了毒，为什么我没有发现呢？傻孩子，这世上这么多毒，每一种你都知道啊。8九不离10吧。虽然我不懂医术，这个毒在我体内这么多年，都没把我弄死，那应该就是我自己给化解了。只不过我身体起了副作用，使得我这些年瘫痪在床。钱丽珠她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我发现了她的秘密。您是说她和温管家的事情？你知道？哈哈哈！我就知道我孙女回来之后，这个家一定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您知道为什么还不告诉我一下呀？咱们呢，直接生龙活虎，吓他们一大跳。这叫坐山观虎斗。万一你失手了，我可以出其不意的帮你一下。不过现在不用了，你已经把他们拿捏的死死的，我也可以下来活动活动筋骨了。来，爷爷。阿瑶啊，心愿呢也受到了惩罚，得饶人处且饶人吧。爷爷，那您呢？您的仇怎么报呀？我报也不用太过火，把他赶出去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不过在此之前，我还有件事情要调查清楚。如果真的是他做的，那我是不会放过他的。夫人，验过了，叶新月果然是温管家的女儿。怪不得他会对我动手，原来不是受钱丽珠指使，是他自己想替叶新月报仇。那后面打算怎么做？陈助理，帮我把这对狗男女抓过来，我要亲自审问他们。需要捉奸在床吗？不用，有这份叶新月的报告在手，不怕他们不认。这个。这是哪里？你们是什么人？这是哪呀？你这是什么人？叶新瑶。叶新瑶，你个小王八羔子，你为什么帮老子来啊？你赶紧给老子松开，要不老子跟你拼了！叶新瑶，我告诉你，你爸这个点儿看到我不回家，他一定会报警的。你把这个放了。朱姨既然选择了今天晚上出来会面温管家，必然是做好了万全之策。我爸怎么会知道？我跟温管家那是老朋友，叶家就算把他赶出去了，这不影响我们的关系啊。我跟老朋友聚一聚，怎么了嘛？啊，你要想拿这个说文章，我劝你省省心吧啊。那这个呢？钱丽珠，我的好妹妹叶新月，是你跟温管家的私生女吧？你说这份报告要是放到我爸面前，他会怎么做啊？
叶心瑶，你想干什么呀？我想干什么？从前你是怎么对待我妈，今天我都要讨回来。你妈那个事儿是我一个人能成的吗？是你爸看好我，他还要包养我，我能拒绝吗？啊，换作是你，你会拒绝吗？我才不会向你妈下贱。好好好，我下贱，你清高，你仙女，这可以了吧？你妈都已经死了那么多年了，你现在来折磨我有意思吗？我妈是怎么死的？我妈还不是被你这个毒妇下毒害死的？你妈的！我下毒？难道不是吗？你连爷爷都敢毒害，何况我妈这个小白兔？你钱丽珠随随便便下点毒，就能把她杀了，然后入主叶家，取而代之，容易的很。你胡说八道！好啊，没想到你这么糊涂，亏我还跟你姓。叶大小姐，这些事情都是他一个人干的，求您饶了我吧，叶大小姐，求您饶了我吧。这个毒药明明是你给我的，你说吃了这个药就会变成哑巴，不管说什么听什么都不会说出去。现在事情败露了，你把什么人都扣我头上！你胡说什么？我哪来的毒药？当时你跟我说好了，只要我害死了叶家少奶奶，你就可以取代她的位置，到时候在叶家给我安排个职位，咱俩就能天天在一起了呀！你混蛋！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当时怎么鬼迷的心窍看上你和你在一起？叶大小姐，那些事情都是钱丽珠一个干，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啊！大小姐，求你放了我吧，大小姐，求你了！你混蛋！放了！你们这对狗男女，有什么事情留到我爸面前再明理吧。老爷，您别打了，求您了，老爷！老爷，你别打了！饶命！我打死你这个狗东西，我都说便宜了你，我就该把你打残，把你打废，让你也尝一尝我爹他老人家的滋味。老爷，您就放了我吧，我可不敢当您爹呀，老爷！你还敢占我便宜？绿帽子你都给我戴了，你现在还想着占我便宜？我这……老爷别打，这他就死人了！你个贱人，亏我对你那么好，我让你吃好的、穿好的、用好的。我什么都给你最好的，可你呢？啊，竟联合这样一个下三滥的男人，合起伙来骗我，你对得起我吗？老爷，我知道错了，你随便打随便骂，但我真的没有杀林婉儿，就像那个胡大师也来验过了，他没有中毒啊。阿瑶，你妈妈的死可能真不是她干的。世上的毒千奇百怪，多毒是无色无味。一旦被人体吸收，就很难查验出来。钱丽珠她到底是不是冤枉的，就交给警察去判断。没有，老爷，我真的没有。姑姨，您这是做什么呀？这衣服都脏了。我真的没有。到了警察局，好好给我交代，否则明天叶新月的 DNA 报告就会出现在我爸桌子上。叶心瑶，你不得好死！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你这个疯婆子，你都死到临头了，你还不知悔改？你老爷，我父亲因病在家休养，公司所有事务交由我全权处理。我叶新瑶正式成为叶氏集团代理董事长。这个叶新瑶要不是有陆浩轩撑腰，怎么可能进入公司董事会，还当上了代理董事长？可怜我们二小姐为公司拼死拼活，却落得这个下场。唉，二小姐的病怎么还没好？公司的人还等着她回来重整旗鼓呢。我听说她是被那个叶新瑶那个妖女给下了药，整个人疯疯癫癫的，真是太可恶了。像叶新瑶这种依靠色相嫁入豪门的女人，跟妓女有什么区别？
哎，这你忍得了？我没忍呀，因为我根本就不在意他们说什么。那叶星月呢？他你也不在意吗？刚才那些人都是叶星月的心腹，你却没有赶尽杀绝，说明你心里还是有一丝善念。叶星月是叶星月，他们是他们，如果他们做错了，我一样会惩罚他们的。再说了，他们就只是在背后嚼舌根，而且说的也没错呀。毕竟我确实是靠你才拿到新城区项目计划进入董事会的。其实你不用靠我，也能靠自己拿到的。我说的对吗，天龙会主？3年前你隐居海外，用天龙会的资源收购了好几个大的海外并购项目，业界号称并购之王 IDs， 是吗？投资的本事都是我二师傅教的，他才是真正的并购之王。不管怎么说，新城区发展项目都是你自己拿到的，我只是利用它向你求婚罢了。我叶星月，你把你这……我警告你，你再敢偷我的盒子，你信不信我真的会杀了你？打开盒子，打开盒子，妈妈就出来了，云川也出来了，我要打开盒子，我要打开盒子！够了，叶星月，你不要再装疯卖傻。有没有一种可能，他真的疯了？打开盒子，我打开盒子，盒子，盒子，我要打开盒子，盒子。我想这个世界除了他，没人能解开这个盒子了。你爸爸。婉儿，我终于可以知道你留下来的秘密了。放心吧，爸爸比你还紧张那个盒子。我不是担心这个，我是在想，叶星月她真的疯了。看来你还挺担心他的，虽然他以前那么对。我只是觉得他病得有一些蹊跷，为什么聂家一出事他就病了？难道是他？爸。爸，你怎么了？叶群，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可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上。我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跟你在一起。这是我妈的字。这是你妈写给你的信，她在里面诉尽了相思之苦。原来妈妈早就知道自己病入膏肓，活不了多久了。她只是在交代后事。原来这就是妈妈留下来的秘密。是我害了你，是我害了你。原来妈妈真的是抑郁而死，只不过她伤心的对象不是我爸爸，而是你父亲钱丽珠。钱丽珠她是被冤枉的。你来干什么？看我死没死？你放心，星月在你手里，我不会乱来的。我已经认罪，我已经撤诉了。星月怎么了？你要报复冲我呀！不要冲我女儿，你妈是我害死的，跟星月一点没有关系。她那时候还小，可是她害我的时候并不小。那也是我教的，是我让她变这样的，全是我的错。你妈是我害死，你爷爷的毒是我下的，跟星月没有关系，一切都是我的错。爷爷的毒是你下的没错，可是我妈的死并不是抑郁，她是因为活得不开心，所以才抑郁而死的。那也是我插足了你们家庭。钱丽珠，
你不要把自己想的那么重要，和你没有关系。你放心吧，叶心月没事。我只是找温管家又确认了一遍，他承认是因为想活命才栽赃陷害你的，他其实什么都不知道。叶心瑶，你为什么救我？你明明可以害死我，真是心月的。可能是因为我想我妈了吧。你放心，等你出去之后，我会安排你们见面的。他果然是中了毒。你妈妈已经出来了。真的？你赶快把病治好，我带你去见她。二小姐，你要干什么？我没有，高高点，没人保护你。来的正好，我要为云川报仇。我早就该想到了，是你给新月下的毒。说我又怎么样？我本来想让他对付你，没想到他居然把刀给收了回去。没办法，我只能自己动手了。就因为聂云川那个狗男人，他才不是狗男人，他是我这辈子最爱的。要不是你，他不会被抓进牢里的。聂云川到底给你灌了什么迷魂药，让你这么执迷不悟？你知不知道，你在他眼里就是个下人？你胡说！他说过我是他最爱的女人，只要得到自己想要的，他就会娶我。傻丫头，你醒醒吧，他是骗你的，他是骗你的。他说了，当初跟你定，只是因为你是叶家的大小姐，他根本就不爱你。我知道，所以我清醒。你什么时候能够醒醒？爱我，他只爱我一个人。是你把他送进监狱的，我要替他报仇。谢谢，心月。心月怎么样了？还在抢救。叶少华，你是怎么照顾女儿的？怎么不把心月弄成这样啊？你说呀，你说呀！医生，我女儿怎么样了？医生，救救我女儿！患者失血过多，现在急需输血，因为这是 B 型血。B 型血？对。钱立柱，你跟我说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们两个都是 A 型血，怎么会生出一个 B 型血的孩子？怎么回事？这还不明显吗？心月根本不是你的孩子！你说什么？你这个蠢货，都已经知道我跟温大的事了，竟然没有怀疑过心月的身世。叶心瑶，他早就查出来了。原来你早就知道事实真相，你是在看你爸爸的笑话吗？这哪是看你的笑话，他是在看我们全家人的笑话。叶心瑶，你答应过我的，你会放过心月，你会安排我们见面的。可是你现在看看你到底干了什么？我没有杀叶心月。如果你还想让叶心月活命，赶紧让医院调取血库，不然就真的没救了。医生，你救救我女儿啊！救救我女儿！好了好了，你们别吵，安静，这里是医院，我们马上去调血，好不好？你们这一边。钱立柱，你告诉我，这么多年，你是怎么瞒住新月的血型的？哼，这还不简单吗？你堂堂叶家家主，什么时候关心过自己女儿？对叶心瑶是这样，对心月也是这样。从小到大是我一个人带她体检，带她看病，我只要花点钱，在不可说点手脚，你能知道什么？你简直太可恶了！你，就算我把这份报告给你看又怎样？你根本不会看。你之所以戴着这顶绿帽子，那是因为你根本不关心身边的人，对你千
我儿子这样，对我也是这样。叶少华，你活该！你胡说！反正我已经被你叶家赶出来，我就通通告诉你，我钱立柱从来没有爱过你，我一直爱的申文大，只是他为了自保诬陷我。我现在已经生无可恋，要是新月也没了，我就毫无牵挂。你们就等着我报仇吧！疯子！你们母女俩都是疯子！爸，你怎么了？爸，我要收回叶新月在叶氏集团的一切职务和股份。妈说你心脏病犯了，你怎么样了？没事吧？你叫错了，我不是你爸。爸，你就是我爸！我在叶家生活了20年，我怎么可能让别人当爸爸呢？你走吧，不要再来找我。我不走！我就是叶少华的女儿，我就是叶家二小姐，我不走！叶新月，叶新瑶，你给我闭嘴！你这个恶毒的女人，休想挑拨我和妈的关系！叶新月，你还真是个白眼狼！我当初就不该救你。你就不应该救我！你要是不救我的话，我到死都是叶少华的女儿，我一直都是叶家大小姐。爸，你走吧，不要再来烦我。我会让阿瑶把你叶氏集团的股份统统买下来。你出个价吧，也算是对你一份补偿。其他的你就不要想了。这不公平！走吧，新月。你放开我！我没有你这样的妈妈，你不配当我妈！叶新月，你怎么跟妈说话？你不是我妈，是你毁了我的一生，毁了我的一切！你不是小妹！是我从小太纵容你了，你要什么我给你什么。你不开心我哄你，你怎么能这么对妈？啊！你太让我失望了。爸，你救我！你看这个女人还要打你女儿！好了，别闹了。新月，你真的愿意继续留在叶家？那你就和他还有温管家划清界限，断绝一切来往。你愿意吗？我愿意。那好，钱立柱，你听到了，不是我不让新月走，是新月自愿留下来的，也不枉我这20几年对她这份疼爱。钱立柱，你现在知道怎么做了？新月，太让我失望了。你赶紧滚，别在这碍眼！爸，那您刚才交代的事情，你还是叶氏集团的代理董事长，但是新月在集团的职务暂时保留，以观后效。新月，我这样处置，你没意见吧？我没意见，爸，只要你还肯认我，我就心满意足了。那就好，那就好。新瑶，爸，你们姐妹俩要齐心协力，叶氏集团一定会越来越好的。你叶新月，非得这样吗？叶新瑶，我还没输，以后咱们走着瞧。去死吧你！你去死吧！你去死吧！疯婆子，你到底要干嘛啊？新月不认了，新月宁愿跪舔叶少华，他也不认我这对父母了。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我不想活了。不认就不认，也用不着去死吧？你当然没事啊！他从小没有叫过你一声爸爸，可他是我10月怀胎一手带大的，他不认我，我
求你，要死你自己死，你非得拉上我干什么？钱内主，你赶紧把我放了，不然我就……不然怎么？你还能怎么样？我一心一意对你，还给你生了那么可爱一个女儿，而你呢，你一出事就把所有问题都往我身上推，你真不是男人，你不是个人啊！是我对不起你，那我又能怎么样？那个叶新阳明摆着就是回来报仇的，你是逃不掉的。你身上多一件事情，少一件事情，又能怎么样？你为什么非得要拉上我呢？我呸！哦，你的屁！是老娘做的，老娘肯定认，可明明是不是我干的，我打死也不认啊！要不是他们拿新月要挟我，我不可能在口口上画押的。可新月现在不理我了，我已经生无可恋了。死，我们去死吧！我放了我，去死吧！放的你知道。阿杜，你就放了我吧！站住！别过来！你过来，我就带他一跳下去！你们俩可算来了，赶紧把他弄下去，救救我呀！小红，你给我闭嘴！注意，您这是做什么？叶夕瑶，你少管闲事，不然我连你一块扔下去！你敢动他一下试试？闭嘴！陆浩轩，你别在我这儿演大嘴，我都不想活了，你至少对我没用。那你想他活吗？新月，放我出去！你们怎么把新月关起来了？你把他干嘛了？其实爸爸根本……给我回来！其实爸爸根本没有接受新月，他是为了故意气你，才假意留住了他。叶少华这个狗东西，就知道你那么痛快的原谅新月的。你想救他，你有办法？那就从那里过来，一切都好说，不要做傻事。他最恨你，你不是要最想蒙蒙你死的吗？你为什么帮？是你用假账目误导叶新月，让他举报叶氏的。是。为什么？叶新月忍辱负重，留在叶氏没安好心，我一定要铲除他，以绝后患。你爸现在把他关起来了，你很开心吗？并没有。为什么？因为你根本不是这样的人。你虽然恨他，可看见他一次比一次惨过后，你心里也不好受吧？我没有。你有。你的样子骗不了别人，我一直看着。放了他吧，也放过你自己。难道你想一辈子活在仇恨里吗？放过他吧，也放过你自己。为了这种男人纠缠，完全没有必要。我可以帮你救出新月，安排你们离开。真的？叶新月他杀过我，我是这个世界上最痛恨你的人，我没有必要骗你。来，注意。滚吧，滚吧，滚吧！就送到这儿了。我是叶家二小姐，我是叶家二小姐，我是叶家二小姐。你和新月在叶氏的股权已经结算清楚了，这些钱够你和新月在国外生活了，拿着吧。叶新月，谢谢你，之前是我对不起。没事，都过去了。我走。走吧，好了，想好我们去哪儿了吗？
回家呀。有一个地方你还没带我去过，什么地方？你曾经来的地方。那个地方是个适合隐居的世外桃源，可不适合你这种凡夫俗子。你妈已经不在了，你爸也就那样，和你最亲的自然是挂在嘴边那几个师傅。你不想带我见见？说的好像挺有道理的，不过我得先问问他们，看他们想不想见你。但是我得提前说好了，我那几个师傅呢都是世外高人，他们可不会为你出伤的。你放心吧，我有你就够了，不用麻烦他。真棒！小铃铛，你歇一会儿，都练一天了。妈妈说了，每天要练100遍，我才练了30遍，还早着呢。哎，你也真是的，一个礼拜就7天，你给女儿安排这么满满当当干嘛？够了，谁让她有我个这么优秀的妈呀？要是不想出去丢人的话，就只能多学些本领。我陆浩轩的女儿可不需要穿这么多马甲，我只希望她开开心心、无忧无虑的过一辈子。你还真是个女儿奴呢。我不光是个女儿奴，我还是个老婆奴。